大家好，本期的白银说税节目，我们将和大家交流本人对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地下工程事故的理解。让我们一起把时间调到2009年9月3日晚，位于开罗最古老区域之一的阿盖西街的路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直径15到20米、深20米的巨大孔洞，导致停在该区域的一辆小汽车落入洞内。邻近的10栋建筑物当中有80户家庭做了紧急撤离，所幸无人员伤亡。当时人们看到的现象是，地层空洞是有一块刚出泥水平衡登钩机凳尾的封顶块和临接块管片掉落引起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管片掉落的呢？我当时的猜测是由以下几种可能或综合因素所引起：管片误拼装、螺栓未拧紧、千斤钉未顶紧、同步注浆压力过大。实际情况是，隧道现场人员根本就没有用螺栓，也许是他们忘了，也许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螺栓将来也要拿出来的，为何现在还要拧上去呢？他们显然不懂，登钩距筋产生的扭矩也会使衬机接头张开，而此时没有了螺栓的约束，将会导致灾难。由此可见，隧道人不仅会犯重复错误，也会犯意想不到的低级错误。让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人们也许会问的问题是，为何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而地下工程的事故却与时俱增？如果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会先谈一下当今地下工程的特点。当今地下工程的特点可以概括为4句话：地下工程越挖越深，地下结构尺寸越做越大，周边环境越来越复杂。同时，我们还容易发现，地下工程的数量和规模也呈非线性增长趋势。这从客观上要求地下工程必须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完成，从而导致从事地下工程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恶性程度越来越高。在今天的高度信息化社会，一旦发生地下工程事故，可能会在1个小时内传遍全球。以前在很多国家，即使发生地下工程事故，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的地下工程施工技术还有不少缺陷，行业内不少人缺乏正确的地下工程风险管理理念，在风险管理上流于形式。遇到风险，首先想到的是推卸责任，更糟糕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些事故反复发生，在国际隧道行业，我们喜欢讲这样一句话：最坏的不是地下工程事故本身，更坏的是没有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也许是出于对公司的信誉考虑，或许是因为人的本能，事故责任单位和有关人员一般并不愿意公布所有的事故细节，这也给行业有关人士吸取经验教训带来不便。本书第1版的3位作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国内外数以百计的地下工程事故中遴选出事故恶性程度高、资料收集相对齐全、事故类型较为典型的案例，从工程概况、事故与抢险过程、原因分析、修复方案和教训与提高等诸多方面给予总结。从第1版的出版到今天第3版问世，时间跨度长达12年之久。经过广大读者的阅后批评和意见反馈，我们在前2版的基础上对本书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形成了第3版。虽然在第2版出版前，我们3人中的胡祥东博士已不幸离世，但在我看来，他依然活着，因为我们依然能够在本书的第2章看到他所写的文字。现代土力学的奠基人泰沙基曾经说过，一个记录完整的工程案例和是一个天才般的理论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正因为总结地下工程案例对于促进地下工程技术的进步和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过去的2年里，我将第3版所有章节改编为视频节目，并作为白银说税节目的一个板块，供行业内人士和有兴趣的朋友观看。截止2026年6月30日，共有多于30万人次的观看记录。显而易见，如果能够再版本书，以使其内容和视频节目有更好的呼应，这对于看完视频想进一步了解案例细节的同行来说是有帮助的。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我们编写了第3版，并在第3版的各章中嵌入相关内容的视频节目，这应该是相得益彰的。大家如果对国内外重大地下工程事故与修复技术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购买到本书。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请大家下周末继续关注白银说税系列节目，让我们下次再见。